大家好呀，我是花善里，这次终于来补这一个被私信过很多次的超级简入门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讲完日本古代史框架。那么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一般认为，日本的远古人类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一开始，人们使用的是敲击石器，而后逐渐掌握了切割、镶嵌等等石器技术。进入绳文时代之后，气温上升使得日本的动植物资源变得丰富，人们的生存压力降低了，开始使用泥土烧制的器皿。这大致可以理解成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绳文时代的日本人依然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部落居民生活在树穴式的聚落中。而后弥生时代，大陆的农耕文明传入了日本，九州地区兴起了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和铁器的文化。与之前的狩猎采集的生活相比，水稻耕种使得粮食的供应变得更加稳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农业普及的过程中，日本人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贫富分化。此外，由于多人协作下，水稻的种植效率更高，管理阶层成为了固定社会角色，阶级和身份的差距开始拉大。随之而来的群体认同、仇视外部部落和扩张需求也变得明显。在一系列冲突和战争中，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多个小国。弥生时代开始，日本各部落流行将本地居民集体埋葬。弥生时代后期，阶级差距进一步扩大，高阶级者死后会独享巨大的坟墓，以此为界，日本进入了古坟时代。由于弥生时代只是偶尔有强大部落建立小国的时代，然而建造大古坟消耗巨大。但事实上，巨大的前方后圆坟这种形式又是在日本各地都有发现，部落小国也不太可能不约而同地建成一样的坟墓。因此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权联盟在整个日本列岛扩张影响力，即大和王权的起源。也是在古坟时代，大和王权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张，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及迦耶诸国，而后高句丽崛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强权。日本与百济国的联军连战连败，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迅速收缩。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上由于战乱，饥荒频发，许多人为了躲避渡海来到日本，称为渡来人。这些渡来人为日本带来了尚未掌握的各种先进技术，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渡来人也是后世日本统治阶级起源的一个可能性。随着渡来人一起传入的还有佛教。这个时候，大和王权已经逐渐完善了政治体制，被称为大和朝廷。在此之前，日本皇室的地位有一定的争议，但是自此之后，天皇家族延续至今。当时大和朝廷中存在着几个强大的家族，其中最强大的是苏我氏和务部氏。苏我氏支持推崇佛教，务部氏主张维持现有信仰，驱逐佛教及从佛论之争。最终是苏我氏赢得了这场较量，佛教也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苏我氏也成为了权臣家族。但权势过剩的苏我氏很快引起了其他贵族的不满。在飞鸟时代，中大兄皇子联手忠臣连族，以宫廷政变的形式杀死苏我入陆，推翻了苏我氏，以此开始了一场全面模仿大陆制度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的结果是将日本改造成了律令制的国家。所谓的律令就是法律和制度，律令制规定了政治生活的各种行为，比如官职的定义、权限、责任和禁止事项等等，由天皇领导贵族管理国家的运行。这一套运行机制的中心被称为朝廷，朝廷机构设置在明日乡，因此这个时代被称为飞鸟时代。从此，日本以律令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天皇家族真正成为日本政治的中心，通常也是以此为里程碑。此外，中大兄皇子继承为天智天皇之后，赐予忠臣连族藤原姓氏，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贵族集团藤原氏的起源。而后大和朝廷几度迁都，最终在奈良平城京稳定下来，日本进入奈良时代。迁都的理由有很多，但是简单来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律令制使得国家逐渐发展壮大，需要更加稳定方便的行政中心。在奈良时代，藤原氏的势力获得了极大发展，成为天皇之下无敌于朝廷的大贵族。于是其他大贵族们采用合纵的方式对抗，天皇通过平衡双方的实权，维持自身的超然地位。奈良时代的政治基调就是藤原氏势力与反藤原氏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是这种在一个皇帝之下两派势力相当的贵族在全国倾压对方的局势并不能长久，政局混乱加上疾病流行，使得奈良中后期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动荡。圣武天皇为了缓解矛盾，决定借助佛教的力量来安定人心，著名的东大寺大佛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然而这使得佛教势力迅速强大起来，佛教徒们在平城京内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网络，干涉政治。天皇几度尝试削弱佛教都失败之后，桓武天皇决定直接物理
底摆脱佛教势力的干扰，将首都迁到平安京，日本进入了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的开始，朝内依然是藤原氏势力和反藤原氏势力的权力斗争。然后藤原氏通过5次重要的他氏排斥事件，击败了所有其他大贵族，事实上垄断了日本的政治。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藤原氏内部也发生了权力斗争，分裂为藤原北家、南家、金家、世家4个家族。我们印象中的大权臣藤原氏，一般指的是藤原北家，藤原道长、藤原基金等等藤原氏的大权臣都出自藤原北家。他们在藤原氏内部斗争取胜之后，建立了藤原北家的核心领导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藤原北家占据摄政或官白的身份，实际控制政治。天皇与藤原氏女儿生出的儿子成为太子的形式，藤原北家的地位几乎不可撼动，成为摄关政治。摄关政治时代，日本的阶级极大隔离，受到良好教育的奢靡风雅的贵族与在生死边缘的平民几乎是不同物种般的存在。后来藤原赖通没有太多女儿可以嫁给天皇，嫁过去的女儿也没能生下皇子，天皇家族迅速抓住机会削弱藤原氏和各种贵族庄园，摄关政治自此终结。之后形成了天皇在年富力强时退位，作为上皇掌握实权的政治体制，称为院政体制。院政带来了皇室内部的权力争夺，直接听命于天皇的武装力量变得必要。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新生的武士阶级进入了政权核心，演变为源氏和平氏等等武士家族。而后平氏的平清盛带领平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连连取胜，最终平家掌握了国家大权。不久之后，元赖朝领导源氏武装叛变，平清盛死后不久，元赖朝的异母弟弟源义经便在潭子浦之战中彻底消灭了平家政权。战后，元赖朝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朝廷承认其在全国设置守护地头的权利。源氏将原本统治关东的先军制度扩展到全国，源氏的将军成为了真正的政权领袖。日本历史正式从贵族时代过渡到武士时代，这也是武士时代第一朝镰仓时代的开始。但源氏的将军仅传了3代便告结束，此后掌控镰仓幕府权力的是元赖朝妻子北条政子的娘家北条氏。在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的时期，镰仓幕府与天皇家族开战，视为成久之乱。战争以幕府的胜利结束，以此开始，武士越发强大，朝廷越发衰落的趋势维持了近1000年。镰仓幕府的统治采用大贵族集体专制，后来又抬高了成文法的地位，限制地方武士首领的独断，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宽松。成久之乱之后，日本出现了盛世气象。然而好景不长，镰仓中期，蒙古2次大军入侵日本，称为元寇。虽然最终日本不可思议地以悬殊劣势兵力在九州北部抵挡住了进攻，但是2次元寇掏空了镰仓幕府和西日本各地诸侯的所有家底，之后基本是历史垃圾时间。几十年后，一代雄主后醍醐天皇集结支持者反抗镰仓幕府，足利尊氏、新田义贞、南部政臣等武士集团响应号召，战争不足1个月，镰仓幕府的大约1000名主要官员在京都和镰仓先后自尽，镰仓时代自此终结。后醍醐天皇成为了数百年间唯一一个掌握实权的天皇，但在他主政的2年间，过于偏袒贵族，忽视了武士的诉求。最终，足利尊氏集合起反对后醍醐天皇的武士们，将他逐出京都，重新建立了以武士为核心的政权，视为室町幕府。日本也就进入了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的初期也称为南北朝时代，当时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明天皇，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则在奈良吉野重组朝廷，称为南朝。室町幕府和北朝的内部又发生了行政核心足利直义和军事核心高师直之间的战争，这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称为官印扰乱。当然，官印扰乱的原意是指足利直义和高师直的一系列冲突。在这些混乱之中，各地守护的实力逐渐增强，最终成长为地方上的守护大名。而后，足利尊氏的孙子足利义满通过政治施压，重新合并了南北朝。在义满的统治之下，室町幕府的游戏规则稳定下来，即幕府与各个强大守护大名们的权力平衡。几代之后，幕府将军与几个最强大的大贵族同时发生了继承权之争，逐渐演变为以细川胜元和三明宗权为首的2大势力在全国混战，是为应人之乱。应人之乱之后，幕府将军彻底丧失了权威，各级政权都开始流行下克上的风气，也就是下位者推翻上位者取而代之的现象。
地方上的守护大名和通过下克上夺取了政权的从臣们纷纷事实上独立，各地战国大名崛起，展开了持续多年的相互征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战国时代。差不多这时，基督教也传入了日本。战国时代中期，织田信长拥立足利义昭继承幕府将军，试图间接统治日本，而后两人矛盾加剧，信长驱逐了义昭，直接控制朝廷。就在织田信长即将完成日本的重新统一时，他的家臣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武装政变，杀死了信长，视为本能寺之变。大约10天之后，信长的另一个家臣丰臣秀吉击败了明智光秀，控制京都。由于主要家臣以及织田家人在织田军继承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即将统一的日本再次分裂。最终是丰臣秀吉先征服了织田军的其他诸侯，而后继续将四国、九州、关东、东北诸大名纳入麾下，完成了日本的重新统一。秀吉晚年远征朝鲜，极大地消耗了丰臣政权的实力。临死前不久，丰臣政权又发生了严重的继承权之争，以至于秀吉去世之后不久，丰臣政权2号人物德川家康的权力扩张便不可阻挡。最终石田三成整合反对家康的势力，与德川军在关原决战，战争以德川家康获胜结束。不久后，家康获封征夷大将军，正式开创了江户幕府，日本历史进入江户时代。在江户时代初期，德川幕府的目标基本是稳定压倒一切，朝廷依然承认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可能继承其父亲的地位。德川家最终通过大阪之战彻底消灭了丰臣家。之后，幕府逐步禁绝基督教，并且迫害基督徒，最终在九州爆发了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农民起义岛原之乱。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确立了锁国政策。此后的江户时代，日本再未爆发过大规模战争，社会长期处于和平状态。虽然江户时代几乎是日本历史上统治最严厉的时代，但是得益于长久和平与脱离农村的富足市民阶级崛起，江户时代的文化和产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江户时代末期，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将黑船强行驶入了江户湾，受此冲击，日本政坛逐渐分割为尊王攘夷派、宫武合体派、佐木派和开国派等等势力。幕府大佬锦衣直弼选择强硬镇压尊王攘夷派和对幕府政策提出反对意见的大名和公家，视为安政大狱。而后水户藩浪人在江户城刺杀锦衣直弼，史称樱田门外之变。这时的尊王攘夷派和反对幕府的地方势力反而获得支持，迅速壮大。长州藩逐渐成为尊攘运动的领导者。之后萨摩藩又结合反对派，发动8月18日政变，将长州藩赶出了政治核心。长州藩尝试反击的进门之变却失败了。差不多同时，长州藩在与欧美列强的下关战争中惨败，实力严重受挫，又直接见识到了西方强大的长州藩迅速转向，从主张尊王攘夷转为主张加速西化。而后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了著名的萨长同盟。之后幕府2次组织长州征伐，均以失败告终。各地诸侯和日本国民都在等待幕府和萨长同盟最终会如何收场。在此背景之下，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突然决定接受土佐藩建议，还政于天皇朝廷，史称大政奉还。江户幕府就此终结。至此，你看完了我心中的日本古代史框架。当然，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可以继续观看那几个日本历史入门系列的视频，大致都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讲完一个时代。仍然意犹未尽的话，那么你一定是喜欢深度和考据内容的观众，应该关注我的频道的。记得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哦。我们下期再见。